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之前我们就有说过，美中两国现在打叫做 AI 战，而在里面最关键的角色就是黄仁勋。你可以看到黄仁勋是穿梭这两国当中，你看到美国部分，他自掏腰包在海湖庄园跟川普吃了一段晚饭之后，马上就拿到中东的大订单。同时，你也看到他跟中国的关系，他西装笔挺的来到中国，甚至当起了美国的特使。他深知在这一场 AI 大战当中，除了我之外，他必须还有一个强大的辅助。这个强大辅助就是台湾。这就是为什么黄仁勋最近在演说的时候，他突然提到台湾需要能源，尤其是投资核能。所以你往前面看一点，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 ，AIT 的处长古立言就曾经说，美国可以提供台湾能源，甚至过几天哦，他再继续加码，不管你是核能的技术，不管你是电网技术，我通通给你。这些代表什么？这代表台湾的重要性，这代表台湾在美中两国 AI 大战的重要性。你可以知道，美国现在就已经有一把枪了，但它枪里面是没有子弹的，子弹谁要给？当然是台湾给。如果今天台湾没有办法给你源源不绝的子弹，那这把枪不就也是白搭吗？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大家好；最后一位是战略专家林廷辉，大家好。世聪，我们今天看到了黄仁勋的这一段讲话，他说我关心各种能源，甚至要投资核能。坦白讲，今天在网络上面，好多人各种的方法都是非常多，各种的说法非常多，但是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台湾的重要性，对，台湾为什么叫做重要性？因为我们之前提过 AI 大战里面，台湾是非常关键的，所以现在台湾从头到尾，通通都要被一一检视。没错，最近呢，因为黄仁勋的这一番这个说法，他说我们要关心来自各种能源，像是风力、太阳能，然后我们要投资核能。这一段话呢，在网络上引起炸锅，大家都在讨论。好，那我们先讲黄仁勋的意见来说话，我们要仔细的听。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刚才你提到他是可以穿梭中国跟美国之间，对，他跟川普关系非常好，他跟中国关系也不错，他可以穿梭在中美之间，然后他也了解中国跟美国在竞争什么东西。好，现在中国跟美国在竞争什么东西？赵我问你 ，AI 对不对？他知道中国要竞争，美国要竞争，但是他除了 AI 之外，他们还同时在竞争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叫电力。电力，你看这几年，我们不用讲嘛，中国这几年倾全国之力在发展核能，对不对？上个礼拜5的时候，川普签了一个行政命令，说我未来的核能发电要增加4倍，全力发展 AI， 全部发展 AI 的时候需要核能，所以我们要放松对核能的这个管制。所以你看了。这个黄仁勋为什么会语重心长说你要投资核能？事实上，他看到中国跟美国都在投资 AI 之后，也都在投资核能嘛。对，所以我们台湾是不是要把这个列入一个选项？好，不过我讲他所说的核能呢，倒不是过去的核能，是所谓的 SM 啊，小型核能，或是未来的核融合。为什么这样讲？你看啊，事实上这个古立言就曾经说过啊，他说什么？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核能出口国，能源出口国，我们可以帮助台湾啊，包括说天然气啦、再生能源啊，或是这个所谓核能啊。它核能里面它就有讲到 SMR 小型模组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就是美国现在在发展的嘛。他是希望说，我们台湾如果要发展核能的话，可以做这样一件事嘛。所以美国现在倾全力在发展核能这件事。好，那中国也是一样。你看这《华尔街日报》报道了，你看为了跟美国对抗的话，中国打造了怎么样的战略堡垒？战略堡垒里面来说的话，就是包括说核能跟 AI 领域等等的这个状况，所以等于是未来的这个中美这个对抗里面来说的话，除了 AI、电力、核能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而且中美对抗里面领头羊是谁？当然就是我们台湾。你看到我们今天全部都列了出来，代表什么？关于核能议题，不止我们台湾关心，现在各个媒体哦，而且是外媒哦，包括日本的哦，包括美国的，包括了甚至一些期刊。都非常的关注。对，为什么非常关注台湾？我们就讲黄仁勋呢，他把这个星座降落在台湾，当然标志着台湾未来 AI 产业领域非常重要的发展。那除了 AI 之外，台湾还有半导体，所以台湾的缺电问题当然会变成全世界都非常关注啊，美国也非常关注。所以你看，为什么全世界都在讨论这个？你看我们从这个5月变成是非核家园之后，你看日本马上就说啦，台湾的核电终于归零来说，但是供电吃紧与国家安全的课题随之浮现。你看他直接讲嘛，他点名说我们台湾都用所谓液态天然气啊，那目前存量最多可以使用20天啊。所以你看，中国不是曾经演练过封锁我们的这个液态天然气的进港的这个路线吗？所以他会很担心，日本媒体很担心。
然后彭博新闻也说，能源安全对于台湾的这个非常重要，尤其是台湾拥有包括台积电在内的世界顶尖晶片制造商。随着台海紧张加剧，人们也担忧能源供应可能会因为军事封锁而中断。对，他们都关心这个议题。那你跟我们讲国家利益，它这是一个所谓的期刊，他又说什么？这个废核呢，根本就是在能源政策上面自毁长城，关闭台湾最后一座核电厂的决定是台湾领导人做过最荒谬的决策之一啦。然后他就说，因为台湾的能源进口高达97%，所以如果中国发动攻击的话，台湾社会会陷入停摆。你看这是他们的说法。那当然外交家也是说，你看核废料废除了发电厂的时候，是创造自己的阿基里斯之剑，就是一个弱点。虽然各国都非常关心这件事，当然了。我们的能源怎么组合来说，当然我们有我们的考量，但是你看各国都非常担心台湾的供电安全、供电稳定。为什么？因为台湾不但是半导体的心脏，更是 AI 之岛，所以台湾出问题的话，当然全世界会关注。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我们讨论这个所谓我们的能源问题，全世界不关心。事实上，全世界都在看台湾未来怎么做。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如果今天台湾未来怎么样做的话，跟半导体，就像刚世忠讲的一样，半导体相关的产业，对，台湾如果断链化，什么都没有了。是，尤其什么？我们刚刚有提到美中对抗，这美中对抗之下，台湾是一个重中之重。尤其美中对抗是在打什么？打所谓的 AI 战。AI 战是什么？算力战。算力战是什么？能源战，现在大家都互杀了。没错，我们讲上礼拜五了，我刚才不是讲吗？川普签了4条行政命令，他4条命令是什么？他要这个放松对核能的监管啦，然后加速核电的这个设施这个审查流程，还有新建的速度，然后以因应 AI 人工智慧带来的电力需求的这个激增嘛。好，他讲非常多，然后他说什么？我们现在是核能的时代，请你们把这些记在你们的日历里面。然后他就说，未来25年要让美国的核电产量增加4倍左右，4倍很多了。好，那为什么他要这样说呢？我们跟他讲，第一个，过去那段时间美国的确是核能的领先者，但是在1970年代发生这个三里岛的核灾之后，美国对于这个核能相当紧张。以前美国都是把核能往外输出，像我们台湾的核电厂，就是美国赚了很多外汇嘛。但是后来美国呢就说，我们不要自己盖这个核能电厂，我们把这个技术往外流。所以你看，包括西屋的这个技术啦、奇异的技术啦，都流到国外去。对，所以现在反而是美国的核电厂的技术不好。然后你看，而且你看美国后来来说，近半个世纪只有建2座新的核子反应。美国电力需求增加多少？它只有增加2座，然后呢，超支高达170亿美金，所以等于是说，美国的核能根本就没有什么竞争力嘛，哈。但是呢，你知道美国的能源主导的这个主席说，美国必须要有能力在 AI 竞赛中靠电力取胜，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电力就没办法发展 AI。这个照我跟你讲，伊隆马斯克说什么？对，他说，因为美国现在开始投资 AI 之后，他预估2026年的年中美国会出现电力短缺啊！他自己讲了，这是伊隆马斯克讲的明年就要电力短缺了，因为 AI 需求量太大，对，然后就会导致整个美国会出现电力短缺。甚至连 OpenAI 的这个 Oracle 这个所谓奥特曼，他就说，美国如果没有投资电力的话，未来 AI 发展会受到限制。所以呢，为什么他要放松核能？现在就是他这个川普的意思，当然就是这样嘛。我放松核能之后，让整个美国电力可以需求。再来，核能是一个产业，美国需要在核能产业里面扮演重要角色，不然会怎样？会被中国国用要旁听？为什么被中国国用要旁？你看中国就说，目前为止一座核电的这个机组需要投资200亿人民币，对不对？但是你看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的这个拉动，对，等于是说对中国来说的话，经济可以拉动起来。为什么可以拉动起来？那中国原本这个以前2009年的开中的所有的核子反应堆的，都是来自西屋电器，或是来自这个美国的这个所谓奇异电器，但是他们就觉得说，这样我等于是跟你买技术嘛，所以现在中国自己发展，目前为止，它已经发展出所谓的华龙一号。对，那华龙1号来说成本更低，然后像美国盖一座厂来说需要10年，那中国来说大概是5年左右，5到6年。所以它只要它的一半时间，它可以把核电厂盖好，而且怎么样？我成本还比你多，所以你少。中国现在想法是什么？我盖核电厂之后，让我们地方经济可以活络，对不对？然后我准备在2030年成为世界第1大核电国。为什么？因为我可以把核电往外输出。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美国会很紧张？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目前为止运转中的核子反应炉的这个状况。你看，美国遥遥领先，美国世界第1，法国第2，中国第3。可是我们要看是新建中的。你看新建中的话，中国25座，对。然后你看美国在哪里？美国没有，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就说，你看未来几年的时间里面，中国是遥遥领先。
所以就是说，在未来的核能发展里面来说，中国当然比你更有底气嘛。所以我就讲，我再说一次。这个说，伊隆马斯克说明年年中美国会出现电力短缺，但是中国会不会？不会嘛？你看中国现在准备要再建10座新的核子反应炉，然后一共要花2000亿人民币盖下去。你看这么密密麻麻的盖下去的时候，你看，所以你看它现在总盖，我们刚才是列25座嘛，对，最新的报道已经来到30座，所以30座你就知道，事实上你看这个电力盖下去的时候。到底谁会？我讲，满满的都是核电厂，密密麻麻的。对，好，我就讲嘛，到底是我们要发展 AI， 对不对？中国、美国都要发展 AI， 请问你美国电力不够，中国电力够的时候，你的晶片运算力再强有用吗？还是没有用啊，所以我才说，中国现在显然在各方面来说，它都准备好跟你互相竞争。另外一个部分来说，你看它准备怎么样？它准备把这个，你看它的建设来说的话，它可以同时，中国已经可以同时在国家它可以建44台核基础的能力哦。你说它在第一时间对。一次可以在中国同时建40座，那我就讲同时建40座，那他可不可以把这个能力外输出？可以。美国现在还没这个能力哦。美国现在一年盖个10年盖1座就很了不起，他可以同时之间盖40座。所以你看他现在准备怎么样？他开启所谓能源外交，一带一路跟我签，我跟你讲，譬如说阿根廷啦，或是什么这个巴基斯坦，你要电对不对？我给你盖核电。你看，包括说像这个巴基斯坦，还有包括说阿根廷。他都已经给你这个核电厂的技术，对，所以等于是这又让中国的产业能够往外移嘛，那这也是美国非常担心的一个部分嘛。好，那更不用讲，还有未来世界，照你知道，现在全世界都准备要到月球去开发，因为月球有非常多的这个资源在那个地方。那你知道吗？美国有一个阿提米斯的这个登陆计划，但是中国跟俄罗斯呢，他们有准备了在月球上面来说，他们要盖一个太空站。在太空站来说，照我跟你讲，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在电。我怎么在电呢？你知道太空这个月球的这个关系来说话，因为月球的昼夜长达地球的28天，所以就是说太阳能电板来说，晚间的时候呢有这个非常长时间不能运转。对，那我跟你讲，这时候需不需要电？要电啊！所以照你这个说法，刚刚说中国在地表上已经一次可以盖40座都没问题。他把念头已经要动到月球上了。好，所以我们讲，目前为止来说，月球上主要用电都是用太阳能，但是太阳能有那么多时间不能够用电，那怎么办？所以中国跟俄罗斯现在就说，我们把核电呢弄到上面去，也搬上去了。对，弄到上面去来说，我们未来在这个太空站的运转上面，在月球上面的，譬如说能源的开发，都比美国具有更大的优势嘛。所以我就跟你说，美国现在开始担心的核能不是只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地球的部分，还有连月球的部分。所以电力的发展绝对是未来的重中之重。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接下来也要讨论这个问题的，就是电力该怎么解决。我觉得这是我们逃避不了的一个课题。宇轩，为什么说这个 AI 跟电力这么样的重要？因为中美两国现在就在尬的是这件事情。我们之前在节目上面给大家看过非常多机器人的画面，尤其是中国的机器人出糗的画面。我先讲笑嘛，但是关键在哪里？我们原本在笑他们，但现在这个所谓的 AI 机器人可是论分论秒的在不断的进程。上一秒摔倒的机器人，现在竟然短短的不到几个月时间，它已经变成了不一样的模样了。过去中国都会讲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平，但他们现在机器人呢跟人不一样，是哪里跌倒我从哪里跳起来。但各位你要仔细看哦，这个应该叫做类 AI 机器人。为什么？首先你看到一个一个人形的机器人，是中国所研发的，跑上场就说，宇轩不会啊，动作很不错而且感觉很灵活，对不对？那上场之后呢，开始他们要进行什么样的测试？就是两边对打，中间有一个裁判，这个裁判就是真人底下还是那个举牌，有模有样的。然后你就会看到一蓝一红的机器人开始对着对方出拳踢脚，因为这个叫做机器人格斗大赛。格斗大赛哦，对，你现在看到的是表演赛，你讲就会想到一部电影，这不就是那个钢铁擂台吗？对，当时那个休杰克曼，哇，手下在那边操作打败宙斯，没有错，中国要把它对诸实践。但有一点真的相同，你知道吗？在钢铁擂台里面一台是全 AI 机器人一台呢就是我们讲男主角所操控的，但男主角所操控的那个是模拟动作嘛？不好意思，赵了，这也是模拟动作，也是模拟动作。对，这不是由 AI 操控的这是底下呢有人呢好几个人一组，然后开始有人操控他的脚，有人操控他的手。但你仔细看其实他的动作真的蛮灵敏的，而且你看他单脚抬起来的时候，明明那么细的一根腿，另外一只脚的着地点呢也不多，就竟然不会跌倒。你看，所以他们讲说非常在意第一个它的破坏力，再来呢就是它的平衡度，再来他身体整个协调性。你知道对于这种拳击选手最重要的是什么吗？练核心，练他的体能，练他的肺活量，因为在场上打那是非常消耗体力的一件事情。结果我没有想到，连机器人都要进行。现在这个画面也在做耐力测试，他怕他跑一跑怎么样？
可能会跌倒，会破街，他就在做一个测试。对，第一个叫做它的稳定度，也就是说它可以持续长达40分钟呢，在机体可能会过热啊，甚至是呢运转负荷的状况之下呢，确保它可以稳定的施行。再来呢，就是要做它腿力的测试。那你知道为什么要做腿力的测试吗？它要确保说，当我单脚呢立定的时候呢，另外一只脚可以施展出多大的力道。因为一般人呢，他有所谓的协调性，我们整个肌群会联动，但是机器人没有办法用全身的肌群去联动，所以他要确保说他单一的腿力有办法测试。而且再来呢，就是所谓的战斗技巧。为什么？哪里跌倒不能在哪里躺平，你要给我站起来。大家都看过呢，中国机器人在地上原地打滚肯德基的画面，但现在这些机器人不一样哦。他如果倒地，对不对？你看哦，对轰，然后有一座呢不小心倒地之后，你看跌倒了，那他要干嘛？他等下会3、2、1，他会他会想办法爬起来，他不是他会想办法爬起来，他没有直接躺下，会爬起来了，爬起来哦。他刚才还在运算说，好，对，我现在反正有10秒钟的时间，所以我先演一下7敌，对不对？然后再爬起来。照我跟你讲，这其实考验最严重的是什么？其实是它的电池。但是呢，到了实际场上见真章的时候，就有点尴尬了。为什么？确实有2台机器人在对轰，但你有没有看到有一台机器人，他一直对着裁判出拳？等一下，已经出场外了，然后现在怎么样？另外一台居然那是他的敌人，就跟他出拳了。但是呢，我们现在要讲到真正的机器人是什么？这个 Optimus，OK，就是 Tesla 的。他倒是真的有大脑了，聪明到不行，我吓坏了。比如说，你看这个机器人，以前啊，大家我们办公室啊都知道，我们讲剪刀石头布，决定谁要丢垃圾，他不用，机器人说我不怕脏，我不怕臭，我来帮你丢。所以你看啊，他会把这个垃圾壳盖，而且你有没有仔细注意到？对，他好gentle，他力气好轻哦，他轻轻柔柔的打开这盖子，他如果一用力，盖子就飞出去了。对，然后你看那个是塑胶的，有时候我们人哦脾气稍微心情不好，搞不好就先飞了。而且他要干嘛？拿更小的。小本机，你有没有看到？哇，这个屑，他把它扫干净，把它扫进去，这么厉害。对，那很 detail 的哦。坦白讲哦，我每次用这种本机，我在扫我都会生气哦，因为连这种纸巾都能够撕起来，那个是要多细腻的一些动作在里面啊。对，你自己想想看啊，你一般人有时候扫本机，要么是擦2个屑扫不干净，然后你要撕纸巾的时候，有没有去厕所撕过那个擦手巾的？每次都撕不下来，不然就把它撕破。就机器人都做得到，而且还不会，甚至是它还可以在厨房里面 mix 那个食物，把那个食物做搅拌、做均匀，然后呢还会帮你呢拿吸尘器。各位，机器人用机器这个就厉害了吧？机器人还知道怎么样操作家电，操作我们讲的家用3C 产品，然后呢开始在那边吸啊吸，而且你想想看哦，我们讲的这些都叫做人为的动作。事实上，整个 Tesla 它的流畅度啊，已经呢随着不断的进化越来越强，因为包括他们终极目标这个 Optimus 是希望能怎样，能够让他看影片就能够学习到呢他该做什么做什么。所以你刚才看到这些东西哦，都是他看着人类去模仿出来的。为什么？因为这样很重要，对他来讲呢，未来才可以付诸实践，甚至做到人类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因为我们刚好特别提到能源，从今年3月份的时候 ，AIT 的鼓励研究已经讲了，没想到10天之后，他又在贴出他在商会里面讲的事情。我那时候觉得应该没有什么，直到黄仁勋讲完之后才发现。这都是一些讯号，这些讯号背后真的都是美国吗？对，其实美国政府应该是透过这个 AIT 的这些官员们，或者是像商人们，像黄仁勋这样子，来间接的告诉台湾说，台湾你需要能源，而且你需要能源的部分呢，是由我来提供能源的。也就是美国现在正在行使一招，就是把用能源控制全天下的概念，因为他也知道说，美国现在的科技技术来讲的话，他比如说 AI 好了。黄仁勋来，他要设立一个 AI 的相关的这些厂子在这边，或者是Google 或者是其他的美国企业到台湾来设厂。他知道你台湾的电力不够嘛？那接下来后面来讲的话，就像东西卖给你之后，他后面要卖你保修嘛？他卖给你什么东西？他一个产品他不可能只有卖1次而已，他是延续的不断的卖东西给你。所以今天来讲的话，你要他的东西，他也要你的东西。也就是说，今天台湾要成为一个 AI 岛，或是成为一个晶片岛，那这时候呢？美国也必须要能够完完整整的掌控台湾在他的手上。对，那能源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以为说只有 LNG 嘛，就是天然气，就是所谓的阿拉斯加那个，这个银河川普啊，他的好朋友啊，弄了一个天然气之后啊，拉管线啊，日本啊、韩国啊、台湾啊一起参与，对不对？没有，现在不止这个，包含核能，你看到古立也讲得非常清楚，古立也甚至都讲出一句话，这句话叫什么？
如果要帮台湾解决核废料问题的话，美国也可以帮忙哦。所以你看到最后一句话，古立言在4月底的时候讲的这句话，他说协助台湾，因为我们大家说吵最大的就是说台湾无法去解决核废料问题，不是吗？兰屿绿岛那些那个核废料怎么处理不知道嘛，那吵半天嘛。那今天美国告诉你说核废料我来帮你处理，那你要不要？你就没有借口了吧？对，这种讲法，我觉得啊，跟当初什么美国要推那个所谓的美国牛肉进到台湾市场，其实我觉得如出一辙。哦，而且你知道一件事情哦，我们现在国际社会有一个公约叫做巴塞尔公约，这巴塞尔公约就是处理有毒废弃物的这个跨境的部分。这个公约里面禁止，就是已开发国家或者是将你的这个有毒废弃物出到其他的国家去，就境外处置不行，只能境内处置。好，那我们现在所有的法规当中都有所谓的境内处置。那我们现在问一句话：如果我们的核废料送到美国去，叫境外处置还是叫境内处置？那一定叫境外处置嘛？对，那就不同国家之间吗？所以现在美国它连这个门都愿意开给你，你知道吗？就是说我帮你处置这种所谓有毒废弃物、有害废弃物，那你要不要？所以就变成说，你今天来讲的话，已经没有任何理由来跟美国拒绝有关于核能产业方面的一个提供你台湾的相关产业。所以你可以看到，我都怀疑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说，台美的现在贸易在进行谈判，对，关税它只是一个障眼法而已。川普提出的这个关税战来讲的话，现在我们的经济部长已经提到说，谈的差不多了，我们也知道美国要什么东西。美国当然就是要把它的能源输出嘛，而且能源输出不是只有 LNG 而已哦，还有什么东西？还有这个核能产业。所以你说这个关税谈判里面包含这么多东西，其中一个可能是什么？就是能源，就是能源，核能，就是能源谈判，不管你怎么样，都要跟美国买能源。那你跟美国买能源之后，如果你台湾能够掌控在被美国掌控你台湾的这个所谓的相关的能源产业来讲的话，他就不怕你台湾跑掉了。对，而且他也可以要求你去拒绝中国任何协助。所以今天来讲，你古立也不是讲一次哦，你看古立也他一直不断的在讲，不断的在讲。当一个驻台代表能够这样不断在讲的话，一定是训练从华府过来的。对，而且台湾如果哪一天不小心变成蓝营执政的话，你敢不乖，我就把你断能源。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两面的手法，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台湾来讲的话，美国要扎扎实实的，包含你的 AI 产业，包含你的晶片，包含你的能源，全部都掌控在美国的手上。而他今天所提出的这个核能来讲的话，我想赖清德政府应该已经在思考未来怎么面对美国的这个所谓的核能的这个游说战了。国正，我们刚刚提到，现在全世界都在拼的东西叫做算力。我们台湾是 AI 岛，我们是领头羊，我们当然不能输，但是你跟我讲，我才知道，我们拼算力的时候，我们不能拿我们的人命去拼算力。所以黄仁勋都知道，他跑遍全世界，他也看到科技区巨头都没有在用燃煤电厂，都在用核电厂，包括 Google、亚马逊这些，还有微软，连三里岛核电厂都要启动了。结果台湾竟然用老旧的燃煤电厂要来支援算力，黄仁勋都看不下去。台湾的电真的不够用，因为我备转率我如果低于6%跟8%，有2个电厂就会拿出来使用，包括大林跟兴达这2个电厂都会被拿出来洗。语法当然是可以，因为我们电不够嘛，因为核电又废了之后，我们备载容量备转容量越来越少，6%跟8%。可是兴达电厂看起来合法，兴达电厂可以动。可是你知道吗？兴达电厂在高雄人眼里是什么？他是做了什么事情？他其实每次空污大游行的，17年空污大游行，19年空污大游行，2000空污大游行，高雄人都上街头抗议说，我们环团说这是杀人电厂，所以他们可不可以处理？兴达火力电厂就是他们口中的杀人电厂。对，结果台湾现在电不够用，他竟然偷偷已经开始在启用了，又把这个杀人电厂，环团说的杀人电厂拿出来使用。那为什么说它是杀人电厂？因为它非常的老旧，是在1978年开始兴建。对，如果那时候新建跟美国买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民国60几年新建，代表它的基础设计更老。然后1982年就开始用了，已经超过40年了。你知道韩国可是提早25年除役耶，我们竟然还在用这个电厂啊！民国60几年到现在还在用，已经40几年的老电厂。那为什么说它是杀人电厂？我们的环团、绿色和平跟台大公卫，还有中兴大学，还有流行病学跟预防医学研究所做过一个健康风险评估报告。那时候就说，兴达电厂如果启用的话，空污影响最严重的地方是高屏地区，对，它的 PM2.5就会到这里，那这几个县市都会受到影响。接下来所谓的健康风险评估就会说，假设我们可以
达成除役嘛，大家希望它除役，所以如果1、2号机组按2023年除役，3、4号如果2027年准时除役的话，每年可以少死亡的人数，因为它已经关掉嘛，对每年空气会越来越健康，所以少死亡人数平均1年可以少109年，1、2号机组109人，再来如果是3、4号79人，加起来将近200人。如果它越早关越好，也就反过来说，如果它不再使用的话，就不会杀人了。那如果它继续烧的话，每年1、2号多死109个人，3、4号要死79个人呢。这就是大家说了，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说？因为它真的是最老旧的机组，全台湾最老旧的蓝莓机组，空污跟健康的冲击非常的大。全台湾哦，109根跟79根，每年如果你跟它提早使用的话，可以少死这么多人；如果你继续烧的话，就会多死109跟79嘛。你把它反过来说，那你不是拿人命在换算力吗？而且2018年立法院也提出相关的一样的报告，那时候立法院就说，我们这些老旧的电厂其实太多都是亚临界电厂，我们应该加速淘汰哦。他讲的是很淘汰哦。汰换为效率更高的超临界电厂。那为什么立法院这样说？我就可以告诉你，兴达电厂问题在哪里。我们一样把蓝莓拿出来看嘛，哈。台中火力跟兴达，这是蓝莓的嘛哈。那新的蓝莓在这里，立法院的报告就这样说了。那我们来看空污数据跟热效率，热效率他们就39.8最高了哈。可是人家超临界可以达到44，就用比较少的煤可以发比较多的电嘛哈。那我们最重要的是看空污数据，硫化物就含有硫化物。兴达现在兴达这个叫44 ppm 嘛，是40，人家才5到10嘛，最低比最高差了将近10倍嘛，或一样最大的话差了将近5倍嘛，所以越烧就越危险。对，那我们来看一个很可怕的数字哦。那高雄人到底是怎样？结果高雄肺癌的死亡率，因为空污刚才讲了嘛，沙仑电厂，环团说的沙仑电厂都是在南部嘛，结果高雄的死亡率比全台湾平均还高，然后余命活了5年的余命也比别人短，而且增加率高屏地区的肺癌增加率是北部的15倍，高屏地区的人吓得要死。对，次等公民嘛，你南台湾的空气品质就是越来越差，所以是北部的15倍以上，你活的15年存活率就是比别人少嘛，而且肺癌发生率是越来越高。更惨的是空污品质，你永远没有办法止爆，你永远没有办法强制停令，所以变成是你还在用这种杀人电厂在影响南部人的健康。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